家好，又到了 Brenda 的学习时间。今天我们再来做一个合成器的教程至于合成器的教程，在我的账户里，好多人都问我在哪里能找到啊。然后呢，再说一遍，在我的B 站点击人像，进入主页，点选合集和列表62，这里呢前面的这些合集和列表呢，就是各种分类的，像虚幻引擎以及虚幻的 Twinmotion 教程以及 Blender 的基础系列教程在第一页，而从第二页开始就是以 Blender 为主的各个分类的教程。大家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个专门是给合成器的，我们再找一下啊，因为有可能在第二页，也有可能在第3页或者第4页啊，根据每一次进的教程，它都会换位置的。我给大家找一下，一个叫合成工具详解，就是合成器的教程。OK， 大家点击进去，就是所有之前教过的合成器的教程都在里面啊，非常细致的教程都有。好，我们现在今天来做的那个一个教程是这样的。OK， 如何做它的背景是像一个落日或者日出的一个景象啊。然后呢，这是我用 Blender 3.5 来制作，这是刚渲染出来的。OK， 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合成器。我们在列表页面看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可以存盘，进入一个新的页面，然后立方体可以立方体 X 键把这个立方体删掉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先给它一个背景啊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想找到这些背景的，可以在 Sketchfab 再找。我现在这个呢是叫做 Post-War City，OK， 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背景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导进去，而时间关系呢，我就不一步一步做了。大家如果想要这个的话，也可以在 sketchfab.com 这里下载啊，在这点击 download， 然后选 GLTF 下载，然后呢就会在你的下载文件夹有一个这样的压缩文档，你把它给解压 extract，OK， 然后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文件夹，你找到新点 GLTF 导入就行了啊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想要其他的这个背景的话，你可以在sketchfab.com 这个网站直接找新啊，你就能找到很多很多这个不同的景色，你都可以用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时间关系，我已经有一个现成的已经摆好了摄像头的一个在这儿 ，OK， 好，在这儿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看见现在呢这个背景呢，我是给它渲染哈，现在这里是1B 对吧？然后呢，我其实是要让它 cycles 渲染的。而为了渲染更快一点呢，我已经给它这里调小了数值。还有一个呢，把这个 denoise 勾选 ，OK， 把这个 denoise 勾选渲染出来这个。然后呢，还有 film 这里呢，我们要 transparent， 让它背景是透明的，这样我们做出了合成器才是就是真实一点。而当你就是导入一个新的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导入一个新的这个文件的时候啊，可能要跟大家说一下。OK， 好，我们先把这个立方体删掉。如果你要导入import GLTF 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，怎么好像有点不同啊？我要这里跟说一下，万一就是有些同学你能看见它有个罩，对吧？有个罩的，我们点击这个罩把它删除，就是我刚才的这些了。OK， 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个罩，这个罩呢是它原来就有一个我 Ctrl Z 回去它原来就有一个那个背景是一个这个云彩的背景而我们现在呢，因为要做自己的背景，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它，所以呢你就点它一下然后 X 键把它删了就行了，就是我们现在要的这个场景，我们只要这个场景就 OK 了，好吧？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插出去。
好，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你把这个位置设定在这里 ，OK， 摄像头怎么设的，那就是一个基础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进到这里以后，我们这里也要设好，别忘了 transparent 这个背景 ，OK。然后我们进入合成器。好，进入合成器以后，合成器以后啊，还有一个忘了跟大家说啊，这个 light，它原来的打开 Blender 的这个灯呢，它是一个 point light，OK，是一个点灯，你要改到三态选这个，然后呢，给它强度是100啊。还有一个呢，就用旋转工具把这个灯啊就是旋转，把这个灯旋转到合适的这个光线 ，OK， 这个灯啊旋转，用旋转工具把它旋转到合适的光线啊那里 ，OK， 好，用100瓦就够了，用的是太阳光啊。跟着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在这个合成器里干点事情了啊。现在呢，记得进来这个 composting 呢，我们勾选 use nodes， 这节点呢就会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里你可以先渲染一张相片啊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能看到即时的效果啊。如果一会儿做啊，然后呢进入合成器里，然后呢你就在这儿，你在这儿就能选择一个 image editor， 然后选 render result。这样的话，你一边在这个合成器搞这东西，然后你在下面这里就能看到你做的东西的效果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在合成器内，我们要导入一个背景的颜色啊，导入多种颜色，所以呢，我们加一个 mix 节点啊。现在看到它全是白的，对吧？而我们现在呢，就把这个连左边这个 render layers 连它的下面 image， 那这个也出来了。而这个 image 呢，我们把它改成橙色 ，OK。好，你可以把它改成浅橙色 ，OK。改了以后呢，你看，好像什么都没改啊。其实呢，我们是把这个 alpha 要连上它的 phi， 这样它这个就出来了，这个背景是不是这个颜色啊？然后呢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做渐进色嘛，是吧？从深到浅。所以呢，我们还要在它的下面，我们加一个 mask， 这就是一个盒子的遮罩啊。好，添加一个 box mask 就是遮罩。如果你会 Photoshop 的话，就知道遮罩是什么东西。我们现在呢要做一个从深到浅的一个遮罩，然后呢，我们在下面。然后在这里呢，我们再加一个 viewer 节点，就是即时阅览节点啊。刚才这个呢是个遮罩节点 ，OK。然后这个 max 连上这个 viewer 的 image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可能看到这个遮罩呢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框，而这4个值 ，OK， 这4个值就是这个遮罩它这个 box 就是这个盒子的尺寸 ，OK， 然后呢，我们跟着就让它模糊，所以要加一个模糊节点，叫 BLUR， 在它们中间 ，OK， 在它们中间。然后呢，我们把 X 和 Y 这里稍微调一下啊，调一下，让它变得模糊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把这里调成可以调成50或者什么的。我们先把这里说一下啊，这个呢不是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呢就是高斯模糊。然后呢，你打开以后，这里有这么多啊。第一个呢是平展，第二个是三角形，第三个是2次形、3次形、高斯、快速高斯高斯模糊啊。这个呢，然后呢，这些东西啊，这两个呢是一些特别的名字，叫在中文里是叫卡特姆罗，这个是米切尔啊。到底是怎么样呢？你可以一个一个的把它试。我们先把它变成50吧 ，X 和 Y 值，这样的话你能看见啊，它是什么样的模糊。好，我们是平的
平展，第二个是 tent， 第三个是这个 OK， 二次形，然后三次形。你看这些模糊是什么样啊？这个是高斯模糊，快速高斯模糊，然后跟着这些啊是什么样子的，你都可以试一下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几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几个呢，这个第一个是变量大小啊，我们先换到快速高斯模糊啊，sorry，因为我们不用它下面这几个了，但我们还是说一下吧。这个是变量大小，这个是散景，这个是伽马，这个是相对。我们呢要快速高斯模糊啊，然后呢，可以看到我这两个原来是0的，对吧？现在改成了50，零的是什么样子？那它的这个模糊我们就没看见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模糊的场景有多大，你就在这儿来看。我们现在在这儿，其实呢，它已经挡在这个后面，我们看不到，对吧？而我们这个场景里面，我们需要把它搞得更大一点。我们试试改成200。OK， 好，你看它的这个模糊的边际就更大了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一个呢，我们把这个box 模糊，这是0.1。好，可以改到0.1，然后呢，暂时还不够，对吧？但我们还改成500。好，你看你的数字越高，它就会越模糊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先给它改回20，这个也改成20啊。好，或者是说我们把这个改成350，这也改成350，那它的这个背景就非常模糊了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回到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文件啊，你可以把这个我们做到差不多，可以先把它给全盘 save OK， 然后呢，你可以打开一下子打开原来旧的这个来看一下，当时是设的是用一个什么数值啊？我们这里是350，然后呢，这个是0.39和0.31，也就是说这两个值特别大，所以才能影响到啊，一个是0.39，对吧？一个是0.39，一个是0.31，而这两个呢变成是350。才能会影响到刚才那个背景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回到file open， 回到这个 class 中去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改成350，然后呢，重新渲染一张这个相片。好，然后再到这个合成器里，把这两个0.1有点小了，0.39，这个是0.35。OK， 然后呢，这两个是350，这一个是0.39，这一个是0.35，对吧？好，然后我们再渲染一张试试。好，大家可以看见啊，它这个背景呢，这个橙色是出来了。然后还可以再看看还有哪里缺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开始要把这个模糊连到这里面去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把 blur 的 image 也连线 mix 啊，它的第一个 image。OK， 大家可以看见，是吧？我们可以试试0.39，我把它搞小，0它就变黑了。但如果把大呢，啊，你就能看到0.49、0.39左右啊，这里就出来了。我们看这里啊，然后呢，那如果这个呢，啊是怎么样子？
你随着你的旋转、你的改动而改动，对吧？这个颜色 0.35，OK， 好，然后呢，这个350原来是50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改动，你看全黑的，对吧？不够大，因为它的框不够大。如果我们把它改成350，它就够大了。这里原来不够大的时候，其实就在这儿，因为给这个房子挡住了，大家看不见啊。但越大，它这里就会这里的大小就是这一团东西多大，就是在这里设置 ，OK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怎么设呢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位置啊，它的尺寸在这儿设置，多大是这样啊？如果你想这一堆移到这左上角的话，你就把这个数字调小；如果你想把它这一堆模糊搞到右上角的话，就把这个数字调小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呢先做到这样。做这样的时候呢，可以看见只是黑白色，是吧？我们还差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再来调点 0.45， 调的好一点啊 0.31。OK， 好，跟着呢，我们现在要导入颜色了，怎么样呢？就是在 mix 节点和这个 blur 节点中间这里，我们再加多一个 mix 节点，也就可以把这个颜色导进去啊。同样的，我们把 blur 节点的 image 连下面这个，而上面这个呢，我们就选这个落日的这个余晖的颜色 ，OK。选这个落日的余晖的颜色改为橙色了，然后呢，现在还没有，对吧？我们把这个 mix 混合节点搞到加在一起，让它们这两个，这样的话，你看这里的渐进色就出来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如果你还可以按照需要，刚才说过，你如果希望这个靠近这些颜色靠近左边一点啊，这个渐进色，那你就把这个数字左上角数字调小一点。我看看我的调成 0.20， OK， 你看这里就只能橙色了，对吧？但如果我们还是 0.5， 而这个呢我多一点 0.7， 看看会怎么样。你看7的话呢，就白色多一点，橙色就少一点了，就是在这里来调，我们还是在这里呢，我们还是 0.5 就好了，就颜色就差不多，或者这 0.6， 好 OK。好，现在做完了以后呢，你就在 viewport shading 这样一看，啊，你在这看是这样的，但是你一渲染出来 render image， 等到你这个 image 这里完全变成不是白色，而是灰色的时候，啊，灰色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给全盘了啊。我们稍微等一等，哎，现在可以了，这颜色出来了，是吧？本来是透明的，啊，然后你就可以全盘，然后呢存成JPEG 文档。然后给他一个什么 background 的名字就行了 ，OK。好，然后我的课程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观看。请喜欢这个课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，或者订阅我的频道，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有愉快一天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